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4、工程节点应用。在这个环节里边，我给大家讲3个知识点啊，关于世纪验板间的应用啊。我们说世纪验板间等于24开盘，这个世纪验板间如何去应用？第2个，项目封顶及竣工节点的应用啊。第3个，配套设施开业运营技术的应用啊。我们交房了啊，这个配套设施开放了，开业了啊，这些个节点如何对续销期的销售工作起到良性的帮助？第1个，世纪验板间开放技术的应用啊。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啊，世纪验板间等于24开盘。一旦你首开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的话啊，把它世纪验板间把它做大，节点也是很好的一个抓手。因为很多客户感觉只要开世纪验板间，这个项目就离现房准现房就很近了。所以我们说世纪验板间的威力其实比我们假验板间威力要大很多。但是问题来了啊，世纪验板间我们看的是什么东西？不能让他到自己的房子去看一下，一看就剧透了，就没有用了啊！一定是实景是重要的啊。我们说世纪验板间威力巨大，世纪验板间比售楼处展示效果好，现房概念啊，视觉冲击更大，景观效果优势明显啊。世纪验板间是更关注的是景色，而不是售楼处内部啊。一般我们在世纪验板间的动线选择上是有科学的，一定要找那最美的一段路让他去看啊。参观动线一定是最美那段景观动线。窗外的景观是否诗情画意？第3个，视角是关键。有很多企业由于工程进度节点在2楼做验板间，这是完全错误的啊！一定要选择3楼啊，甚至如果你绿化植被好的话，选择4楼，效果俯视效果是最棒的。一般3楼的话呢，你是有这个9米高的这个高度啊，9米到10米的高度，正好是绿化我们一个标准树冠的一个全冠的一个高度。透过绿化去俯瞰这个绿化景观的话，其实给客户的感受是非常棒的。所以一般我们选世纪验板间，一般选3楼啊。写字楼的话，一般选4楼做世纪验板间，效果是非常棒的啊。参观动线的几个关注点啊，首先高容积率产品必须做复杂动线，让客户经常低头，别抬头看这个在实的项目。低容积率的话，要有开阔的视野，细小之处见功夫，优质物业服务的植入啊。只要你开世纪验板间，必须要把配套服务做好啊，这种服务意识是很重要的，而且给客户的感受一定是非常棒的啊，给客户感觉就是宾至如归的感觉啊。老带新动作的最佳时机啊，一般我们售楼处开放啊，世纪验板间开放，老业主一定会来，利用这个方法来激活老带新啊，老客户必来。如何屏蔽去自己家房子看一看，绝对不让他看在实的项目，一看了就出问题了。第3个，能带个新朋友来吗？啊，必须做足体验感啊，在你希望逗留的地方都设置休闲区，放些椅子呀、沙椅，让客户多待一待啊。物业服务人员一定要充足啊，一定要多配服务人员啊。第3个，生活场景越逼真越好，尽量把这个世纪验板间装的跟家一样啊，一些设施设备啊一定要放好，这样的话才给客户有代入感、体验感啊。我们说世纪验板间等于24开盘，大家一定要注意世纪验板间的应用啊，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在续销期。由于续销期这个节点少，所以世纪验板间的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接触客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希望大家要把这个动作用好。2、项目封顶及竣工节点的应用啊，一般我们项目在实过程当中啊，续销期的时候，封顶啊、竣工啊都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们如何应用工力这个工程节点来为我们的营销这个做好接触客户的机会？续销期节点有限，依靠其他节点是关键啊。封顶、竣工节点的应用，外部宣传的好节点啊。一般我们说项目全面竣工全面封顶就离交房不远了啊，是做硬宣的最好的时机。内容准现房，涨价在即必须提及我们马上封顶就要涨价了，人家抓紧时间来购买期房，是吧？老带新最好机会这个时候激活老带新，效果是非常棒的关于工地开放日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就要做；如果工地管理不好的话，就尽量不要做这个事情，画蛇添足事倍功半。而且大家记住一点工地开放日不是说让老百姓都来看，一定要找我们自己的意见领袖，找跟我们关系好的人做噱头、做秀用的，不是让老百姓都过来进到售楼处里边看的，去工地里边去看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晰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关于工程节点是把双刃剑。如果你的工程质量品质做得好的话，可以让客户来参观；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尽量减少使用。第3，配套设施开业以及
运营技术的节点应用，相关技术节点前置为营销创造销售节点。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拿以前我老东家万达来做这个事情。万达的标准化动作里边，在开业前1年就会出现一个招商大会。其实这个节点不是为了招商用的，万达的招商都是定制式招商我们客户跟着我们走，不需要招商。招商大会其实是营销节点包括入场装修开业100日倒计时大商场亮灯仪式所有这些节点其实都是为了项目营销作为抓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对标像万达这样的标杆企业，能够在实过程当中以及开业前的一系列动作里，为营销创造跟客户接触的机会我们在续销期的时候，营销接触客户的机会很少，希望能用到这些开业开工工程节点、封顶这些节点，帮助我们教育市场，吸引客户到访。续销期的营销贴靠战术应用是关键一定要贴靠我们的工程、开业等重要节点，来保证跟客户有效的沟通，吸引客户到访。好了，继续我们的学习，给大家讲讲交房营销节点的应用，如何把交房这个环节当成开盘，做一个大型的活动，吸引客户来买房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交房等于现房了，有很多老百姓买现房，所以我们说交房的时候一定要做大节点，当开盘一样去做把交房当做开盘来做。第二个，动线设计一定要巧妙，要屏蔽客户的影响，万一客户闹事是吧？售楼处一闹，反而不好了。所以我们交房的这个工作一定要放在物业放在售楼处以外的地方，尽量远离售楼处，不要让这些客诉影响到我们销售部的这个自然的销售接访工作。第三个，结合服务提出卖点做硬广教育市场，就是交房一定要做广告宣传让市上老百姓知道我们这地方已经现房了，让那些急着买房结婚买房改善的人关注现房，买我们这套房子第四个，房屋交付时间是个考虑，给大家分开讲一讲为什么交房一定要搞大。很简单交房是我们续销期里边很重要的抓手续销期营销节点比较少现房的标志容易引起关注，很多人喜欢买现房，所以交房这个节点是必须要做大的必须要做这个硬广宣传第二个，设计动线一定要巧妙屏蔽客诉的影响一定不能让客户杀到售楼处来闹事一般我们的交房都是在物业用房，什么地下车库或者是物业用房尽量远离我们的售楼处，这点大家要关注第三个，结合服务提出卖点做硬广教育市场一定要把我们的交房日的工作当成这个我们的重要广告进行市场宣传。因为很多这个老百姓是特别喜欢买现房，所以大家记住一点交房就当首开一样，一定要把交房当成这个首开一样的重视做硬广宣传宣传内容一定是相关的，就是美好的服务美好的设施，美好的生活在这里生活多美好可以硬做教育市场。口碑传播很重要业主需要好消息，老带新最直接的广告。所以我们在交房节点的时候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希望大家抓住交房节点突破业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能够大型组织开盘的最好时机了最后呢，给大家讲一讲房屋交付时间的一个考虑。很多标杆企业都有一个明文规定什么时间不能交房，什么时间不能交房。那么容易产生质量瑕疵的，也就是我们说大家要规避交房不宜交房的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原则上春节前后交付是风险很大的春节前2个月以及春节后2个月原则上不交付你交完房之后他就赶着装修，一赶装修一赶工的话，很有可能质量不好，房屋质量装修质量不好，他过年都过不好所以大家记住一点，春节前两个月不交付。那么为什么春节后2个月不交付呢很简单春节后一般到了3月份了，3月份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叫315权益者权益日这一天很多闹事的老百姓有这种维权的意识，所以我们一般春节前后2个月，就是1月份到3月份，我们一般不交房这个第三个项目全部完工至约定交付之日，原则上至少留2个月的竣工竣备、办理及自检整改的时间。就是我们本来工程给我们交付时间是6月份，我们签约一定要签到8月份留出2个月我们要办手续的时间，不是说就建完房就完事儿了，还要办手续你拿到竣备之后了才能够交房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工程给的这个交付时间一定要后延2个月，才能是我们房地产营销交付的时间第四个，精装修物业交付的时候必须
考虑项目所在地域的气候条件啊，避开梅雨季节，避开供暖季啊。大家都知道北方有供暖季是吧？温度一上去之后，很多墙体开裂啊，其实都是一些个正常现象。但是，一旦这时候交房的话，老百姓会给你找你事啊。南方也是一样的，一到梅雨季节非常潮湿是吧？工程质量难以保障，所以交付的时候尽量避开雨季和供暖季啊。最后一个啊，就是在购房合同里边，关于房款交付条款中，一定要预留30天的免责亏欠期，就是到交房之日起啊，1个月、2个月、3个月，这个时候给你修房，不是我违约。这点融创做的比较好，一般都是签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给你修房时间啊，你不能说我不交房我就违约了，赔你钱啊，这个越长原则上是越好的啊，就是我可以在交房之日起半年之内交给你房，都算是我正常交付了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交给人房子，人说这房子质量有瑕疵，我住不了，是给我修房，这段时间咱们就要索赔，就很难弄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把交房当做开盘来做啊，因为我们在续销期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节点，而且开盘啊要搞大啊，因为很多老百姓都喜欢买现房，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啊如何利用交房日在续销期卖房的核心技术。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我们下一节课开始讲第6部分，关于清盘阶段营销管理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希望大家啊跟老师一起，我们把清盘一个项目完美授信，把它的知识掌握清楚。好了，我是孙晓东，我们本章节的课程就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再见。